100块，晚上爸妈来做6个菜，要有鱼有虾，排骨炖烂点儿。我老婆最会持家，100块能办一桌席。别让他贪污了，要查小票。鱼呢？肉呢？钱被你偷人了！100块还想大鱼大肉，这顿喂狗正合适。喂狗？林月，你反了天了！你敢动我一下试试？哎呦，造孽呀！我陈家娶了这么个败家娘们儿，给男人甩脸子，还敢骂我是狗！我儿子辛苦赚钱，你在外面勾三搭四喝咖啡，回家连口热乎饭都没有，这日子没法过了。林月，我不打女人，但你今天太过了，100块买不来大鱼大肉，你当我不是傻子？肯定是把钱拿去贴补那个野男人了。儿子，查他的账，把那个男的揪出来。100块，陈浩，你是真不知道物价还是装傻？基围虾38，排骨45，一条鲫鱼都要20，你是想让我去偷还是去抢？闭嘴！别人媳妇儿怎么能花小钱办大事儿？你就是心不在这个家了。把手机交出来，我要看你的聊天记录和转账。今天不说清楚，这事儿没完。陈浩，你确定要查？查清楚了，你别后悔。后悔？我后悔娶了你这么个吃里扒外的东西。把手机给他拿过来，今天必须让这骚狐狸露馅。看吧。怎么没有？怎么看不懂中文？那是房贷，你那3000块钱工资连给你妈买保健品都不够，你以为房贷是凭空消失的？儿子别信他，肯定是假账。他一个月工资才4000，哪来的钱还8000房贷？肯定是在外面卖。妈，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不是说你只是个文员吗？文员还得起房贷。林月，你跟我说实话，这些钱来的到底干不干净？陈浩，承认你老婆比你强，比你赚不多，就这么伤你的自信吗？既然觉得我不干净，那这日子也不用过了，离婚吧。离婚？儿子，你听听，他要离婚。离了婚你是个什么东西？二手货破鞋。这房子是我儿子名下的，离了婚你给我净身出户，卷铺盖滚蛋。林月，别拿离婚吓唬我。离了婚，你以为谁还会要你？还有，这房子首付是我们家出的，虽然房产证有你名字，但那是婚前财产，你别想分走1分钱。好，我不分房。当初买房首付确实是他们出的，一共20万，但后续的100多万贷款和装修全部是我出的。既然你们要算账，那我就好好算算。但我买的东西我都要带走。装什么装？出了这个门，我看你晚上睡哪儿。让他走，今天走了，以后跪着求我，我也不会让他进门。你可想好了，出了这个门就别再回来。就是，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哎，这个你不能拿，这是花我儿子的钱买的，你凭什么带走？这瓶面霜3000多，是你儿子1个月工资，你觉得他买得起？我呸！你一个破文员，用得起这么贵的油？这是我自己买的，这肯定也是你用那个野男人钱买的。脏东西留给我擦脚我都嫌弃，但这也是我们家的财产。妈说的对，林月，你要走可以，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留下。你身上穿的衣服、背的包，哪样不是花家里的钱？既然要断，就断得干净点，别一边喊离婚，一边卷走我们家的血汗钱。想要？好啊，都给你们。鞋要不要？袜子要不要？行了，算你识相，你可以滚了。记住，这是你自己要净身出户的。哎呀，真好看！哎呦，这料子就是好，摸着滑溜溜的，以后这就是我的了。林月，别以为出去躲2天这事儿就算了，想要回来，必须给我妈磕头认错，再把那个野男人交出来。还有，以后工资卡必须上交。陈浩，好好享受你们最后的日子吧。喂，顾总，是我林月。上次你说的那家跨国企业的 offer 我接了。另外，帮我联系最好的离婚律师，我要让有些人把吞进去的骨头连着血肉一起吐出来。林总，不好了，你老公和他妈在大厅闹呢，非要见您。我知道了，来得真快，没了我的钱，日子恐怕是过不下去了。林月，你个不要脸的女人，终于肯露面了！大家快来看看啊！就是这个女人在外面偷人，还要跟家里离婚，这种破鞋，你们公司怎么还要啊？这里是公司，不是菜市场，要撒泼滚回家去！你还敢教训我？跟我回家，让你走是气话，赶紧回去给妈做饭。妈今天想吃红烧肉，我就
就不放！我是你老公，管你是天经地义。放手！让你勾引男人，让你不守妇道，我今天就替你妈教训你！别动！谁敢动我一下，我就躺下！那是公司竞标的核心模型，团队熬了3个通宵的成果，下午就要竞标。不跟我回去是吧？觉得这破公司比家重要是吧？那我就让你这工作也干不成。林月，工作也没了，我看你还怎么狂！乖乖跟我回家当保姆。都给我砸了！陈浩，你这一砸确实挺响，只是不知道你那点工资够不够赔这500万的模型。什么500万？不就是个破塑料玩具吗？把门锁上，报警！今天这门你们谁也别想竖着出去。既然你们想闹大，那我就成全你们。500万？你吓唬谁呢？这破玩意能值500万，金子做的。法务部吗？立刻带人下来。另外通知顾总，下午的竞标可能要延期。是不是吓唬你？等警察和法务来了就知道了。忘了告诉你，这模型里的每一个部件都是3D 打印的特殊材料，设计费、人工费加上违约金500万还是保守估计。讹人了！黑心公司讹人了！欺负我们孤儿寡母没钱啊！这女人就是个骗子，她在公司就是个打杂的，哪有什么几百万的东西归她管啊？林总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林总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区域副总林月女士，请问你是哪位？副总？这不可能！他明明跟我说，他只是个文员，1个月只有4000块钱。这男的是谁啊？居然连自家老婆是副总都不知道。听他那口气，觉得林总只配拿4000块钱吧？陈浩，我从来没亲口说过我是文员，是你一直自以为是的认为我只是个文员。因为在你的认知里，女人就该在那方寸之地的厨房里为你和你妈转圈。你觉得女人就该在家相夫教子，赚点小钱贴补家用就行了。你根本没想过，这3年来是谁在撑着这个家？是你那可怜的、卑微的自尊心，让你根本不愿意去了解真正的我，因为你害怕承认你老婆比你强。你住口！你那是欺骗！你既然有钱，你为什么要看我笑话？谁报的警？谁在这闹事？警察同志，是我报的警。这2个人非法闯入我司办公区域，寻衅滋事，并故意损毁公司贵重财物，价值数额巨大。我有全程监控视频为证。同志，误会都是误会啊，这是家务事儿，我是她老公，这是2口子吵架摔点东西，这怎么能算犯法呢？是啊，同志，这是我亲儿媳妇，哪有一家人抓一家人的道理？林月，你个丧娘心的，你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从昨天晚上开始，我就已经正式向你提出离婚了，而且看清楚这里的环境，这里是公共办公区域，你损毁的是上市公司的资产，不是你的夫妻共同财产。张律师，麻烦你跟警察同志交接一下证据和定损单。好的，林总。同志，这是我们初步的定损估值以及现场取证的画面，损毁金额巨大，我们保留追究刑事责任的权利。100万！别废话了，不管是不是家务事儿，损毁公物、寻衅滋事，都要跟我们回所里。带走！林月，你真要这么绝？要把你亲老公和你亲婆婆送进局子，你有没有良心？你就怕被人戳脊梁骨吗？整个小区的邻居会怎么看你？你就不怕我爸妈和你爸妈知道吗？你以为你有几个臭钱就了不起了？你个没人性的毒妇！这种事儿传出去，你爸妈的老脸还要不要了？说完了吗？同志，麻烦带走吧，这种噪音太影响我们公司形象。警察同志，冤枉了！这是家务事，我砸我老婆公司的东西，那叫吵架，不叫犯罪。我活了大半辈子，没见过这么狠心的媳妇儿啊！警察同志，你们快放了我们，让我们去跟那个毒妇理论。林月，你真要送我去坐牢？你还有没有点人性？你这个疯女人！林女士，笔录做完了，对方一直在强调这是家庭内部矛盾，要求调解。从他动手砸毁公司核心资产那一刻起，他就不是我丈夫，只是一个犯罪嫌疑人。那你的意思是？我不接受任何形式的调解。同志，我当事人拒绝沟通。根据损毁财物的数额，这已经构成了严重的刑事犯罪，请依法办理刑事拘留手续。陈浩，他还真是养了个好妹妹。林总，出什么事了？你自己看。他居然连我爸妈的信息也敢挂出来。
林氏集团千金，陈浩、陈小雨。既然你们想玩舆论战，那就别怪我降维打击了。这3年的账，也是时候连本带利算清楚。爸，我回来了。受委屈了？嗯，那就回家，剩下的事儿爸来处理。大小姐，老爷让我来接您。我的心肝儿啊，月月，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啊？你的衣服呢？你的行李呢？那个杀千刀的陈家，他们到底是怎么虐待你的？他们竟然让你穿这种衣服！妈，我没事，以后再也不会了。管家，老爷，我在。那个什么陈浩，还有他在网上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半小时内我要看到结果。另外，通知集团法务部起诉那个发帖的人诽谤罪，还有查一下陈浩和他那个妹妹的工作单位，这种人品败坏的人不配有工作。是，老爷。月月，先把这燕窝喝了，暖暖身子。妈，我现在想来，以前为了维护陈浩那点可笑的自尊心，去过那种精打细算还被人指着鼻子骂的日子，真是蠢得不可救掉。老爷、小姐，网上的舆论已经控制住了，热搜已撤，那个陈小雨的账号也被封禁了。另外，我们查到陈浩在一家物流公司做调度，陈小雨在一家私立幼儿园做幼师。哼，这种人教孩子简直是误人子弟，跟他们领导打个招呼。明白。还有陈浩那个房子，虽然首付是他家出的，但其实那笔钱是他找亲戚借的。而且那套房子的地皮好像是我们林氏旗下的开发商开发的吧？没错，既然他那么喜欢那个房子，那就让他在那个房子里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绝望。备撤！我去警局会会这家人，我倒要看看谁敢欺负我林振南的女儿。林董，实在抱歉，是我们保镖工作没做到位，竟然让这种事情惊动了您。在我女儿眼里，这是家事，但在我眼里，这是蓄意谋杀。我儿子可是老实人，你们凭什么抓他？我要见我的律师，不对，我要见媒体，我要曝光你们警匪勾结。我告诉你们，我儿媳妇偷人还有理了。林月那个贱人呢？让他滚出来！砸个破模型就想讹我500万，他那张脸卖了都不值500万。林月，你终于知道怕了，赶紧跟警察说你是胡说八道的，那些东西都是盗，不值钱。对，只要你现在跪下给我妈磕3个头，把离婚的事儿咽回去，我儿子就大发慈悲原谅你。你是谁？我是谁？我是你口中那个野女人的父亲。你是他爸，这老头看起来挺有钱啊。林月，你个小蹄子，连这么老的都认干爹，你的死鬼爸爸早就不在了吧？嘴巴放干净点！站在你面前的是林氏集团董事长林振南先生。林氏集团？这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林振南、林月、你明明是个穷酸文员，你在骗我！你们都在演戏骗我！陈浩，我给过你机会。这3年，我自愿隐瞒身份，只想在这个物欲横流的世界里陪你过普通人的日子。我收起大小姐的身份，买菜做饭，精打细算，还房贷养你全家，是因为我觉得那些日子真实。可结果呢？是你亲手毁了这一切。你说我不干净，就因为我拒绝了你们无理的要求。你说我贪图那100块钱，陈浩，你抬头看看，你知道吗？你那引以为傲的房子，甚至是你这辈子都没见过的100多平所谓大豪宅，你那引以为傲的房子，连我家厕所都比不上。你让我用100块钱办一桌酒席，还想大鱼大肉？陈浩，你那100块钱连我家狗的1顿饭都不够。老婆，月月，我混蛋，我不是人，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我猪油蒙了心，我竟然敢跟你动手，我是混蛋！月月，看在咱们3年的情分上，看在我以前也疼过你的份上，饶了我吧！我不想坐牢，我真的不能坐牢啊！亲家公啊，您别跟我们这没见识的小市民计较啊！误会，全都是误会，我们真不知道林月是您的金枝玉叶呀！我们要早知道他这么尊贵，我肯定把他当祖宗一样供起来。月月，妈以前是糊涂，妈以后给你端茶递水，你快跟你爸说说，放过陈浩吧。供起来。陈浩，当你把那100块钱甩在我脸上的时候，当你指着我的鼻子骂我偷人的时候，你想过夫妻一场吗？晚了。林律师已经在路上了。
毁坏财物罪、诽谤罪，还有这些年你们对我女儿的精神虐待，一桩桩一件件，我们慢慢算。林氏集团的法务团队会陪你们玩到底。对了，听说你们全家人都很在乎现在的工作。您的意思是？放心，你们很快就会有大把的时间休息了。林月，你回来，你不能这么绝啊！林月，老天爷呀，这可怎么活呀？杀人！这仅仅是开始。大小姐，林总，陈浩故意损毁价值500万的精密模型，证据确凿，加上他在公共场所寻衅滋事、殴打他人未遂，只要我们要告，3年起步是没问题的，且极大概率是顶格判罚。3年，哼，看来他有足够的时间在里面好好反思那100块钱怎么花了。另外，关于赔偿款方面，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向法院申请了财产保护权。目前，陈浩及其家属名下的所有银行账户、证券账户以及唯一的房产，都已经被冻结进入查封程序。那个陈小雨呢？在网上跳得那么欢，现在消停了吗？林董亲自交办的事，自然不敢怠慢。律师函已经以特快异地的形式送达他本人。刚才，他所在的私立幼儿园院长亲自给我打来电话。园长表示，陈小雨作为幼师，在网络上公然发布诋毁他人名誉、扭曲事实的虚假言论，严重违反师德师风，已经在半个小时前被正式开除，且其行为已被通报行业协会，往后在本市幼教界，他不会再有立足之地。陈浩的公司呢？那个物流公司应该还没收到消息吧？收到了，我们已经派法务部专人登门。物流公司负责人得知陈浩涉嫌刑事犯罪，且严重损害公司形象后，当场签署了劳动合同解除协议，不仅没有补偿金，还要追究他给公司带来的名誉损失。工作没了，名声臭了，家也快散了。月月，如果你觉得还不够解气，爸有的是办法让他们在牢里过得精彩。不，爸，在牢里是皮肉之苦，我要的是让他们在精神上一无所有，永远翻不了身。林律师，那套房子现在在谁名下？还在陈浩名下，那是他婚前贷款买的，也就是他一直挂在嘴边，觉得能让你净身出户的本钱。婚前财产，哼，他就是仗着这一点，才觉得我林月离了他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。但是，大小姐，根据我们掌握的银行转账记录和装修发票，这3年来，所有的房贷月供、所有的物业费用以及高达60万的全屋精装修款，全部是从您的私人账户划走的。婚后共同还贷及增值部分，您有权主张返还。加上陈浩这次砸毁模型造成的500万赔偿金，以及对您个人的精神损害赔偿，他们必须要变卖房产才赔得起这笔账。那就让他们变卖。您的意思是，通过法院司法拍卖？不，林律师，在法拍程序启动前，我要以最大债主人的身份把那套房子收回来。那房子里的每一块砖、每一颗螺丝钉，都是我林月辛苦赚来的心血。既然他们觉得那是陈家的根，那我就要把这根刺从陈浩的心里连根拔出来，再当着他的面狠狠扎回去。陈浩，你不是说离了婚我要跪着求你回那个家吗？我要让你亲眼看着我是怎么成为那个房子的新主人的。找人把房子重新换锁，里面的垃圾全部清出去。好的。至于陈浩，等他取保候审出来，看到那个空壳道时，表情一定会很精彩。老天爷呀，这干什么呢？大姐呀，你们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这是我儿子花3000多块钱买的电视，你们放手！谁换的锁？这是老子的家，业主呢？物业死哪儿去了？此处是私人场地，非请预入。杀人了，抢盗抢劫了，大家快来看啊！这世道没王法了，抢到家里来了！林月，是你？你这个毒妇！你敢换我的锁？你做的太绝了！这是我的房子，我婚前买的房子，你凭什么动我的东西？陈浩，看来里面的日子还没让你学会怎么说人话。陈浩先生，看来你还是没搞清楚状况。根据法院下达的最新裁定，这套房产已正式进入执行查封程序。查封？凭什么？这是我的房子！凭你故意损坏林月女士所在公司的精密模型，造成直接经济损失500万元；凭林月女士起诉追回婚内被你转移的财产、个人借款及精神损失费180万元。以上标志物总值680万元。经过专业机构评估，你这套房产目前市值仅200万元。
也就是说，即使你把这房子卖了，你还将背负480万元的巨额债务。根据法律规定，林月女士作为最大债权人，已申请强制执行，收回该房屋使用权，归还债务。不可能，这房子我首付付了20万，那是我的钱，我的血汗钱，你不能全拿走。20万，陈浩，你是不是忘了那20万是怎么来的？那是你当初跪在你大舅面前磨破了嘴皮子才借到的。你大舅是个聪明人，昨天他听说你得罪了林家，还要吃牢饭，怕这钱烂在手里，已经拿着当年的借条去法院起诉你了。瞧，法院已经受理了，你那所谓的首付，现在也是别人的债权。李月，你非要逼死我们全家吗？逼死你们！当你把那100块钱甩在我脸上的时候，当你带着你妈去我公司砸烂我心血的时候，你怎么没想过给我留活路？林律师，清场。是，林总。工作没了，房子没了，680万我拿什么还？老聂呀，我陈家到底是造了什么孽，就娶了这么个扫把星进门，全毁了，我儿子一辈子全被你这个扫把星毁了。扫把星，如果不是你们贪得无厌，如果不是你们欺人太甚，这3年本该是你们过得最好的日子。我给过你们机会，不止一次，是你们自己亲手把这辈子的福气都给作没了。陈浩，你看这顿倾家荡产的大餐好吃吗？比起那天晚上你甩给我的那100块钱鱼虾，这几百万的教训应该够你们母子记一辈子。李月，我要你死！我杀了你，你个毒妇！儿子，我的儿啊！林律师，剩下的交给你处理，走吧，这里的空气太浑浊了。陈先生，听说您被林氏集团大小姐扫地出门，还要背负600万债务，这是真的吗？是真的。林月那个女人，她隐瞒身份我3年，就是为了玩弄我们老实人的感情。现在她玩腻了，就勾结律师要把我们全家逼死。老天爷没眼了，豪门仗势欺人呐！我儿媳妇发达了就翻脸不认人，连家里的老家具都是扔进垃圾堆，这是要逼着我们去死啊！可是有消息称，是您先损毁了林氏集团价值500万的模型。那是意外，是夫妻吵架，他就是想借题发挥。大家评评理，谁家媳妇儿会因为一个塑料玩具就把老公送进监狱？他分明是外面有人了，想让我腾位置。我一条腿被他的人打残了，房子被他占了，工作没了，他是要把我们往死里逼啊！大家给评评理呀！我妈都被他们逼成什么样了？林总，陈浩找了几家无良自媒体在网上带节奏，现在豪门恶习的热度正在上升，要不要直接封锁消息？为什么要封锁？让他闹，闹得越大，摔得越惨。证据都准备好了吗？全部到位，不仅有陈浩损毁模型的原始监控，还有他这3年吃软饭的转账流水。好，既然他们想在聚光灯下死，那我就成全他们。通知公关部把证据发出去，顺便把这家人这几年做的好事都让网友们好好看清楚。大家快看，林氏集团发公告了，根本不是豪门欺人，是这男的砸了人家500万的东西，还想赖账。好啊，你这个老太婆！我说我上你班的快递怎么丢了？监控里那个偷快递的人就是你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那是捡的。捡？你还占人家残疾车位3个月，害得人家天天在路边淋雨。林氏公关把你的视频都放出来了。呸！什么老实人，在公司克扣下属血汗钱，还骚扰人家新来的女实习生，这种垃圾也敢出来卖惨？你们别听网上瞎说。陈小雨，你在幼儿园虐待我儿子，还掐他的大腿，证据都发到家长群里了。你这种心肠歹毒的女人，竟然还有脸在这上班？那孩子不听话，我只是教育一下。陈小雨，你已经被正式开除，且由于情节严重，我们已经报警。你不仅丢了工作，还要面临法律的严惩。怎么会这样？怎么大家都知道了？全完了，林烨，你这是要把我们全家的底子都掀掉啊！这家得是全员恶人。就是，这种人就不该出来祸害人。你这种扫把给远点。林总，法院那边应该已经开庭了，您真的不去现场看一眼吗？没必要，结局早已注定的戏，看现场只会浪费我的时间。交给林律师，我很放心。本院认为，被告人陈浩故意毁坏他人财物，数额特别巨大，
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毁坏财物罪。判决如下：被告人陈浩判处有期徒刑5年。被告人婆婆作为从犯，且在公共场合有多次寻衅滋事行为，判处有期徒刑2年。被告人陈小雨因在网络散布谣言恶意诽谤，情节严重，判处在役6个月。林总，判了5年的、2年的、半年的，一个都没落下。意料之中。民事赔偿那边呢？法院支持了我们的全部诉求，判决陈浩一家赔偿公司及您个人损失共计680万零3000元。600多万，他们拿得出这笔钱吗？刚才法院已经启动了强制执行程序，他们名下除了那套被抵押的房子，所有的银行卡、公积金，甚至余额宝里的那点碎银子都被划扣了。即便如此，依然资不抵债。所以，他们现在是老赖了。没错，他们已经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不仅以后不能坐高铁飞机，不能高消费，甚至连这辈子的征信都彻底毁了。只要这笔债不海清，他们哪怕出狱了，也只能在社会最底层挣扎。这辈子，他们都别想翻身了。这就是他们送给我的那100块的回礼。恭喜，尘埃落定了。是啊，终于结束了。尝尝，这次没放糖，苦尽才能甘来。谢谢。其实还有件事儿，之前你让我帮你算的，关于你在陈家这3年的所有开销明细，审计那边已经核对完了。大到房贷、装修，小到买菜、水电，连那个老太太去超市买纸的钱居然都一笔不落。143万5800元，3年，我竟然在那个坑里填了100多万，这还不算我的精神损失和被挥霍掉的青春。这些证据足以在接下来的民事追偿中，让他们把骨头都吐出来。既然要算账，就得算得清清楚楚。陈浩不是最爱算账吗？那我就让他看个够。帮我个忙，把这份账单原封不动地寄给陈浩。他现在名下资产全被冻结，甚至还要坐牢，这笔钱他这辈子都还不起了。我当然知道他还不起了，但我就是要让他清清楚地看到这些数字。我要让他知道，他口中那个只会花钱、只会贪污他100块钱的老婆，到底养了他和他们那个贪得无厌的家多久？另外，再帮我带句话给他，告诉陈浩，这100块算是我林月请他吃的最后一顿断头饭。至于那天晚上的那碗白水煮面，看在夫妻场的份上，我不收他钱。这一招杀人诛心，林总，你这手够狠的。不过我非常喜欢。狠吗？比起他们陈家这3年来对我做的那些事儿，这点回礼实在是太轻了。明白了，我会处理好。如果不经历这一场，我可能还在那个泥潭里挣扎，为了所谓的安稳而委曲求全。陈浩，多谢你，让我终于找回了真正的自己。林总，这个大项目谈下来，这1年算是圆满收官了。辛苦了，通知司机，车停在路口就行，我想走2步清醒一下。5年了，当初的一场闹剧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行行好，给口吃的吧，好人有好报，菩萨保佑您长命百岁。行了行了，拿去买个馒头吧，真晦气。我不要臭钱，我是有钱人，我有大房子，我老婆是林氏集团的千金，她是身家过亿的大总裁。钱在笼子吃什么？你想饿死我吗？你个丧门星，你个疯子！妈，我饿，我想吃红烧肉，我想吃林月做的面，我想吃那碗白水面。吃，你就知道吃！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测试那100块钱的鱼虾，要不是你非要作妖，我们能落到今天这地步吗？全毁了，全让你做没了。他们不配。林总，车到了。李月，李月，老婆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求你带我回家吧，你带我回家，我以后什么都听你的，求你，再给我1个月饭，再给我1个月饭。走吧。靠窗，一杯美式。他居然没发现我。预算口径不对，汇率偏差了2个百分点。短短3分钟，3个致命点，
顾总，我在林氏干了10年，我的履历不需要看，我的名字就是金字王牌。只要我入职，3个月内能让公司业绩翻倍。至于具体执行，那是下面人的事儿。这个风险是法务没看出来，跟我这个项目负责人没关系。做猎头这么多年，我见过太多包装出来的精致高管，这才是真正的职业本能。林小姐，看来这份美式已经不够让你提神了。顾总，久等了。这是对方给出的岗位信息，跨国企业中国区总监。林小姐看文件的习惯很有意思。看这些东西，薪资是最后的，逻辑才是第一位。这个岗位不只是总监。哦，怎么说？对方现在中国区业务混乱，原管理层留下的烂账太多。这个位置表面是总监，实际要负责的是重组、止损、渠道清理，还有总部和本土团队之间几乎不可调和的矛盾。但这里没有写清楚人事权，也没有写清楚财务审批的边界。没有人事权，团队我调不动；没有财务边界，预算我批不下来。到最后，功劳是别人的，责任是我的。职场上这叫挑战。如果他们只是想找一个高薪高头衔的背锅侠来替中国区顶罪，顾总，我们就不用继续谈了。我见过太多削尖了脑袋想坐上这个位子的人，他们恨不得把所有诱饵都先吞下去再说。林小姐不是在怕机会跑掉，你是在挑选机会。机会和陷阱，我还是分得清的。薪资方面呢？你的期望是多少？薪资可以谈，但我不接受以虚高的薪资来换取空头的权限。我要实际的管理权，团队人选我要自己定。还有，如果总部只是想找一个好看的女性管理者放在台前做公关形象，我没兴趣。林小姐一直都这么直接吗？我时间不多。后面有会？不是，晚上家里有人吃饭，我还要赶去买菜。买菜？我刚才甚至以为自己听错了，这太割裂了。它就像一把绝世名刀，却被人强行塞进了一个最廉价、最充满油烟味的塑料袋里。明白了，我会按照你的要求和对方重新谈条件。有结果再联系我。顾总，如果对方不能接受我的要求，就不用勉强，我不缺工作。这个女人绝不该被困在那种需要向谁解释晚饭怎么做的位置。帮我查一下林月现在的家庭背景，越详细越好。林小姐，顾总，上次你说的那个 offer 我接。现在决定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另外，帮我联系最好的离婚律师。你现在在哪里？外面。安全吗？安全。需要车吗？不用。住处呢？不用。律师我会安排 ，offer 的条件我也会重新替你谈。谢谢。林月。今晚不要处理太多事。顾总还管客户睡不睡觉？我管结果。人要是没休息好，第二天的判断力就会变差。我不希望我的候选人在关键时刻掉链子。知道了。他的履历比表面上更漂亮。他擅长收尾，擅长救火，擅长把一盘快烂掉的局重新整理干净。安慰对你而言没有任何意义，你需要的是一条能走出去的路。门我已经替你推开了，剩下的看你了。我原以为今天只是来谈后续的合作，砸了，全砸了！林月，没了这破工作，看你以后还拿什么在我面前狂！这不是胜利，这是弱者在毁掉自己够不着的东西时最恶心的报复。拍完了。你拍什么拍？拍了也没用，这是家务事儿，警察管不着。封锁大堂，报警，通知法务部。他不需要救兵，他清楚每一步该做什么。林总，我们来迟了，定损团队马上到。林总，他不是个臭文员吗？陈浩，你毁掉的不是我的饭碗，是你自己最后的退路。警察同志，误会，这是家务事儿，我是她老公，我砸我老婆单位东西，这能算犯法吗？家务事多好用的挡箭牌。第一，
我与被告人正处于离婚诉讼期。第二，损毁的是林氏集团价值500万的竞标财产，这不是家务事，是刑事毁坏。带走，有什么话回所里说。着重至模型的补救措施。珍珠就算掉在泥里，它依然是珍珠。保留今天所有相关商务资料，尤其是我和林月第一次会面的所有记录。顾总是担心后续舆论？不是担心，是肯定会有。顾总，这文章纯属胡编乱造，照片全是借位拍的，根本没拍到桌上的文件和电脑。现在评论区已经炸了，那些话简直没法看。这种手段真够低级的。看这个角度，右后方，这是提前找好了位子蹲点。您是说陈浩一家早就有预谋？他们是想在林月身上钉死出轨这2个字，只要把水搅浑，大众就不会在乎陈浩到底砸了多少钱的东西，只会去攻击一个不守妇道的女人。那顾总，我们要不要马上发声明澄清？发声明解决不了情绪，去整理材料。您吩咐。把我们第一次在星巴克会面的确切时间、地点、当天的项目文件、往来邮件、职位说明书，还有对方跨国企业的沟通记录，全部按时间线拉出来，做成证据包。证据包？您是打算全网公开？不急，现在发出去会被淹没在口水里。舆论有时候不需要真相，只需要发泄。尤其是当一个女人比男人强、比男人清醒时，这群人会本能的想给她判罪。那我们就这么看着，任由他们骂您和林小姐。我们在等。等什么？等林月那边。去做吧。发邮件的时候叫我，我要亲自审。等林总。顾总，咱们现在手里握着实锤，只要发出去，林总的名声马上就能保住。为什么要等他自己出手？这是他的事，我们可以配合，可以做他手里的盾，但不能替他决定什么时候出刀。风向变了，热搜全撤了，营销号也在。林氏集团的公关果然比我想象中还要快。永远是这样，受伤的是你，被造谣的是你，被逼到这种地步的还是你。可你第一反应竟然是怕给别人添麻烦。顾总还挺会安慰人。但主要是对方太蠢。林月，这些年你大概一直很孤独吧？明明有身份、有后路、有翻手云雨的能力，却偏偏把自己关在那个烂透了的家里。在那个家里，你不能赢，不能强，不能富贵，甚至不能表现得太清醒，因为只要你一旦清醒，那个男人可怜的自尊心就会碎一地，因为你本来就没有错。错的人才需要遮掩。放心，不给林总丢人。最好。那不是5年前陈家那个儿媳妇吗？听说当年闹得挺难看的。是她，消失5年，摇身一变成了林氏的核心战略官，这剧情。感谢各位。今天的发布会分为2个部分，前半场由我介绍项目框架，后半场由林总介绍核心战略。在正式开始前，我想说一句题外话：一个项目能不能成功，不取决于流言，而取决于判断力、执行力，以及在最混乱的时候能不能把事情做成。这也是我们选择林总负责核心战略的原因。还行，只是还行，别骄傲。从今以后，再也没有100块钱能困住你，也没有任何旧事能压弯你的脊背。又是美式啊？热的。顾言，你是不是只会买这一种？你不是只喝这一种。5年前那杯我没喝完。我知道，因为你赶着回家买菜。以后不用了。以后你的咖啡都会是热的。